话说，董卓赶跑了盟军之后，又回到了洛阳，过起了称霸一方的荒唐日子。他根本不把朝廷和百姓放在眼里，天天胡作非为，搞得整个洛阳城人心惶惶，大家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。他还经常随意杀害大臣，真是个大坏蛋。董卓，哈哈，这些鼠辈都跑光了，天下还是我董卓的。李儒，丞相神武，谁敢不从？没想到各地诸侯又开始蠢蠢欲动，准备再次讨伐董卓。李儒看出了不对劲，赶紧给董卓出主意，说洛阳是个四面受敌的地方，不是久留之地，建议他把都城迁到长安去，这样既能避开战火，又能掌握更重要的地利。李儒，丞相，洛阳地势险要，但四面受敌，不如迁都长安，更可长治久安。董卓，此计甚妙。长安易守难攻，正是吾等安身立命之所。董卓一听，觉得这主意真不错，马上就下令要迁都到长安去。这消息一出来，朝野上下都炸开了锅。很多大臣都觉得不对劲，担心董卓这么做会惹来更大的麻烦，但是谁也不敢说话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掉了脑袋。董卓，传我号令，明日起，都城迁往长安，违者斩。众官，窃窃私语，丞相此举，恐非万全之策啊！接下来的画面就更惨了。董卓下令强制洛阳城里的百姓们跟着他一起迁往长安。只见大街上人山人海，哭声震天，无数百姓拖家带口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。一路上饿死的、累死的不知道有多少，真是人间惨剧啊！百姓甲，天哪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我的家，我的地。百姓乙，董卓这个贼子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更让人发指的是，董卓离开洛阳后，竟然下令把整个洛阳城给烧了。曾经辉煌一时的宫殿、民房，瞬间化为一片火海。熊熊大火吞噬着一切，浓烟滚滚，遮天蔽日，整个洛阳城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。董卓，烧，给我烧，让这些废物看看谁才是这里的主宰。李儒，丞相此举断绝了盟军的后路，高明。几天后，讨董盟军的孙坚带兵赶到了洛阳。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时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曾经繁华的都城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，一片焦土，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，让他们心痛不已。孙坚，天理何在？董卓这个畜生，竟然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。程普，主公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孙坚看到这惨状，心里那个气啊！他发誓一定要抓住董卓，替天下百姓报仇。他命令士兵们打扫战场，掩埋尸体，尽量恢复一些秩序。在清理废墟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，这东西后来引发了很大的风波。孙坚，传令下去，打扫战场，掩埋遇难百姓，我们要让这座城重新有生机。黄盖，遵命，主公。董卓此贼，必将受到惩罚。孙坚的士兵们在洛阳的南宫废墟里仔细搜寻，他们清除了瓦砾和灰烬，在曾经的皇帝居住的地方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就在大家忙碌的时候，有个士兵突然叫了起来，发现了一口奇怪的古井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士兵甲，将军，这里有口井，好像有点不一样。程普，
仔细查看，别错过任何蛛丝马迹。这口井很不寻常，井口有五彩的锐气从里面冒出来，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地方。士兵们很好奇，一个胆大的士兵就自告奋勇，用绳子把自己绑好，小心翼翼地滑进了井里去一探究竟。井底深不见底，让人有点害怕。士兵乙：井里好像有光，我去看看。黄盖：小心为上，若有异状，立刻呼喊。没多久，井底的士兵就大声喊了起来，说他发现了一个东西。只见他费力地拉扯着绳子，在同伴的帮助下，一个古老的木箱被从井里吊了上来。这个木箱看起来非常精致，上面还雕刻着龙凤的图案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。士兵乙：拉，快拉，我找到东西了。士兵丙：好沉，好像是个箱子。孙坚将军听到消息，立刻赶了过来。他亲手打开了这个精美的木箱，只见里面赫然躺着一枚玉玺。这枚玉玺晶莹剔透，上面刻着8个大字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孙坚一看，立刻认出来，这正是传说中的传国玉玺。孙坚：这是传国玉玺，天命所归，难道是我的机会来了吗？程普：主公鸿福齐天，此乃天赐之物。孙坚手捧玉玺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这可是天下至宝，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啊！他想着，自己辛苦讨伐董卓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如今又得了这玉玺，难道这是老天爷要让他称霸天下吗？他的心中开始萌生了不一样的念头。孙坚：此玺乃天下至宝，得之者得天下矣。孙坚把玉玺收好，然后和他的心腹程普、黄盖偷偷商量。他告诉2位将军，这玉玺是个天大的秘密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他决定先假装生病，然后偷偷带着玉玺回到自己的地盘去，好好谋划一番。他的野心开始显现。孙坚：此玺事关重大，切不可外泄。我欲称病归江东，再图大业。程普：主公英明，吾等誓死追随。黄盖：有了此物，天下非主公莫属。第2天，孙坚就对盟军的将领们宣称自己得了重病，需要立刻返回江东休养。他表现得非常虚弱，让大家相信了他。然后他便带着他的军队和秘密的玉玺，悄悄地离开了洛阳，朝着南方的江东方向赶去。孙坚：诸位将军，我身体不适，恐难再随军讨贼，先行告辞了。袁绍：文台将军保重。盟主袁绍听说孙坚突然得了重病，还这么急着要走，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他知道孙坚是个勇猛的将领，从来都不会轻易退缩。这么匆忙的离开，肯定有什么猫腻。他开始对孙坚产生了怀疑。袁绍：孙文台为何如此急着离开？其中必有蹊跷。谋士：盟主所言甚是，孙坚非寻常之人，此举定有深意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袁绍就收到了一封秘密报告。报告里写着，孙坚在洛阳的井里发现了传国玉玺，而且偷偷地把它带走了。袁绍一看，顿时火冒三丈。原来孙坚这个家伙竟然敢私藏国宝，还想瞒天过海。袁绍：好你个孙坚，竟敢私藏国玺，欺我太甚！谋士：盟主息怒，当务之急是如何取回玉玺。袁绍气得不行，
立刻派人把孙坚追回来。他当面质问孙坚为什么要匆匆离去，是不是在洛阳有什么收获？他还故意暗示是不是找到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。孙坚心里一惊，但是表面上却装作毫不知情。袁绍，文台将军，听闻你洛阳之行颇有收获，不知可否与我等分享？孙坚，盟主何出此言？我只得一片焦土，何来收获？袁绍步步紧逼，直接问孙坚是不是藏了玉玺。孙坚当然不会承认，他拍着胸脯发誓自己如果私藏玉玺，就不得好死。他义正辞严地否认了一切，让在场的很多人都信以为真，觉得袁绍是冤枉了好人。孙坚，若我孙坚私藏玉玺，便叫我不得好死，死于乱箭之下。袁绍，哼，口说无凭。袁绍见孙坚死不承认，气得七窍生烟。他知道孙坚在撒谎，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。盛怒之下，袁绍命令自己的大将们立刻去追击孙坚，要抢回玉玺。盟友之间瞬间就反目成仇，一场新的冲突即将爆发。袁绍，给我追，绝不能让孙坚带着国玺跑了。韩馥，盟主下令，我等岂敢不从？孙坚看袁绍真的翻脸了，知道事情瞒不住了。他顾不得那么多，立刻指挥自己的军队杀出重围，拼命往江东方向逃跑。一路上，他既要躲避袁绍的追击，又要保护好怀里的玉玺。这场争夺玉玺的风波才刚刚开始呢。孙坚，撤，快撤，回江东去，方可保万无一失。程普，主公放心，莫将誓死护卫。话说，自从18路诸侯讨伐董卓散了之后，大家各回各家，但心里都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。这其中，袁绍最是厉害，他没费多大力气，就从韩馥手里把富饶的冀州给接管了过来。大家都在猜，他接下来又要搞什么大动作呢？真是让人好奇啊！旁人，袁绍这招真是高明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却说公孙瓒听说袁绍轻轻松松就得了冀州，心里那叫一个不服气。他觉得袁绍这是不守规矩，私自扩张势力，所以啊，公孙瓒一拍桌子，决定要找袁绍讨个说法。两边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，准备要大干一场。公孙瓒，袁绍这厮竟敢如此大胆，我定要让他知道厉害。江陵，主公息怒，我等愿为主公挑战袁绍。果然没多久，公孙瓒和袁绍的军队就在盘河边上遇上了。两边人马旗帜招展，鼓声震天，气势都非常吓人。只见公孙瓒一身白袍，骑着白马，英气逼人地站在阵前，一副准备硬碰硬的架势，真是让人捏把冷汗。袁绍，公孙瓒这庶子，竟敢与我为敌！公孙瓒，袁绍休要嚣张，看我今日如何教训你！袁绍这边呢，他手下有一位叫做瞿义的将领，可是个打仗的好手。他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而且对自己的部队训练有素，常常能以少胜多。这次对上公孙瓒，袁绍对瞿义可是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为自己立下头功。袁绍，瞿义将军，此战就看你的了，务必为我立功。瞿义，主公放心，末将定不辱使命。
只见瞿义也不含糊，一上来就让公孙瓒吃足了苦头。他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，先是假装败退，引诱公孙瓒的先锋部队深入追击，然后突然反击，打了公孙瓒一个措手不及。公孙瓒的先锋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损失惨重。公孙瓒将领：不好，袁绍军有诈，快撤！公孙瓒一看自己的先锋部队吃了亏，气得他哇哇大叫，哪还顾得上什么计谋，直接就带着他的白马一从，也就是他的精锐骑兵，冲杀了过去。这些白马一从个个骁勇善战，声势浩大，就像一股白色的洪流，直奔袁绍军阵。公孙瓒：袁绍休走，看我白马一从如何破你！没想到瞿义早有准备，他假装抵挡不住，再次带着部队后撤，而且撤得特别快，就像是要彻底败走一样。公孙瓒一看有机可乘，更加猛烈的追击。他以为袁绍军真的要溃败了，殊不知这正是瞿义为他设下的圈套。公孙瓒：袁绍鼠辈，竟如此不堪一击，给我追！公孙瓒追进了山谷，才发现自己上当了。只见袁绍的伏兵四起，弓箭手万箭齐发，石头也从山上滚落下来，一下子就把公孙瓒的部队团团围住。公孙瓒心里一惊，想冲出去，却发现已是插翅难飞，情况万分危急。公孙瓒：不好，中计了，速速突围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见一道白影从斜刺里杀出，一位年轻的将领手持长枪，骑着一匹乌骓马，像一道闪电般冲入重围。他枪法如神，左冲右突，护着公孙瓒杀开一条血路。此人正是日后的常山赵子龙赵云。赵云：主公莫慌，末将来也。看我杀出重围！多亏了赵云的英勇相救，公孙瓒才得以脱险。袁绍军也因为赵云的出现，暂时被震慑住了，不敢再轻易追击。这场盘河之战，虽然公孙瓒吃了亏，但也让大家见识到了赵云这位年轻将领的厉害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公孙瓒：子龙，今日若非你，我性命休矣。赵云：末将职责所在，主公不必挂怀。却说另一边，刚从洛阳回来的孙坚孙文台，手上可握着一个天大的秘密——传国玉玺。他本想悄悄地把玉玺带回长沙老家，安顿好之后再图大业。他带着部队和家眷，准备经过荆州地界，没想到麻烦却悄悄找上门了。孙坚：玉玺乃国之重宝，务必小心护送，不可走漏风声。程普：主公放心，我等定会护玉玺周全。这荆州牧刘表是个多疑的人，他听说孙坚带着大批财物和部队经过，而且又传闻孙坚藏着传国玉玺，心里就起了歹念。他觉得孙坚威胁到了自己的地盘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把孙坚拦下来，顺便把玉玺也夺过来。刘表：孙坚此人不可信，传闻他藏有玉玺，此乃祸根。蒯良：主公，不如派兵拦截，探个究竟。果然，孙坚行到半路，刘表的部将黄祖就带着大队人马堵住了他的去路。黄祖态度强硬，要求孙坚交出传国玉玺，否则不许他通过。孙坚一听就火了，这分明是强盗行径，怎么能忍？两边顿时剑拔弩张。黄祖：孙坚，交出传国玉玺，否则休想通过荆州。孙坚：哼，玉玺乃我大汉之物，岂容你等宵小染指？
孙坚本来就脾气火爆，现在更是怒不可遏。他指着皇祖大骂，说他不知廉耻，竟然敢阻拦忠臣。他立刻下令部队准备迎战，根本没把刘表和皇祖放在眼里。一场大战眼看着就要爆发了，真是让人替孙坚捏把汗。孙坚，皇祖小儿，竟敢阻我！今日定叫你后悔莫及。孙坚将领，主公下令，全军出击。孙坚果然不是盖的，他亲自上阵，带领着自己的将士们，像猛虎下山一样，直扑皇祖的军队。皇祖虽然也奋力抵抗，但终究不是孙坚的对手。没过多久，皇祖的防线就被孙坚冲破了，部队也开始溃散。孙坚，杀！给我冲破敌阵，让皇祖尝尝我孙坚的厉害。皇祖一看大势已去，哪里还敢恋战？赶紧带着残兵败将，狼狈地往襄阳城方向逃跑。孙坚当然不肯放过他，一路紧追不舍，是要给刘表一个教训。襄阳城那是刘表的大本营，看来一场硬仗是免不了了。孙坚，皇祖休走，刘表鼠辈，今日定让你付出代价。皇祖，快逃回襄阳，向主公求援。孙坚追到襄阳城下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把襄阳城团团围住，开始攻城。他对刘表的挑衅行为感到非常愤怒，是要攻下襄阳，让刘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城楼上，刘表和他的谋士们看着城下的孙坚，心里很是焦急。孙坚，刘表匹夫，速速开城投降，否则城破之日玉石俱焚。刘表，孙坚势大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刘表手下有位将领叫吕公，他看出孙坚攻城心切，于是献计说可以在郊外设下埋伏，引诱孙坚入沟。刘表听了觉得是个好办法，就让吕公率领精兵在城外的小山谷里设下重重埋伏，准备给孙坚一个出其不意。吕公，主公，孙坚勇猛却性急，可引其入埋伏。刘表，好，就依你所言，务必成功。孙坚果然中计了，他单骑追击敌军，却没想到会陷入吕公的埋伏圈。只见伏兵四起，箭如雨下，乱石也从高处滚落。孙坚奋力抵抗，但寡不敌众，最后不幸被乱箭和飞石击中，一代枭雄孙文台就这样壮烈牺牲了。孙坚的将士们费尽千辛万苦，才从乱军中找到了他的遗体。他的儿子孙策虽然年纪轻轻，却已经展现出英雄气概。他忍着巨大的悲痛，安排父亲的后事，并接过了江东的重担。一代虎父，虎子将如何传承？故事还长着呢。孙策，父亲，孩儿定会为您报仇，重振江东基业。程普，少主节哀，我等誓死追随，共谋大业。话说，司徒王允最近心情糟透了，每天愁眉苦脸，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，就为了董卓那坏蛋霸道专权的事。他对着月亮叹气，心想着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。王允，哎，这董卓真是个祸害，国家要亡了。没想到，就在王允唉声叹气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轻轻的哭泣声。他转头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家里的歌女貂蝉，正泪眼汪汪地站在那里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貂蝉，老爷，
您为何深夜长叹，让奴婢也心痛？王允知道貂蝉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，于是把心事都告诉了她。没想到貂蝉听完后，竟然擦干眼泪，坚定地说她愿意牺牲自己，来帮老爷除去董卓这个大恶霸。貂蝉，老爷，妾身愿献为躯，报答您养育之恩。话说王允听了貂蝉的壮志，心里有了主意。他先是设下宴席，邀请董卓的义子吕布来家里做客。酒过3巡后，王允故作神秘地说要给吕布介绍一位绝世美人。王允，将军，我有一位歌女，姿色倾城，想介绍给你。吕布本来就喜欢美人，一听到这话，眼睛都亮了。只见貂蝉盛装出场，那容貌简直是天上有，地下无。吕布看的是目不转睛，魂都快被勾走了，彻底被迷住了。吕布，此等仙女下凡，世间竟有如此佳人。王允看吕布着了迷，趁机说要把貂蝉许配给他。吕布听了高兴得不得了，心想自己真是走了桃花运，终于要抱得美人归了。他对王允是千恩万谢，满心欢喜。吕布，多谢义父厚爱，此恩吕布没齿难忘。隔了几天，王允又设了另一场更隆重的宴席，这次请的可是董卓。他把董卓捧得高高的，说些恭维话，让董卓心花怒放，觉得自己真是威风八面。王允，太师威震四海，乃是国家栋梁，小人设宴款待。酒酣耳热之际，王允故技重施，说要献给董卓一位绝色佳人，比任何珍宝都贵重。董卓一听美人，眼睛也发光了，心想王允真是会办事，很懂自己的心。董卓，哦，是何等美人，能入我董卓法眼？貂蝉再次出场，这次是为董卓而舞。她的舞姿轻盈曼妙，眼神勾魂摄魄，董卓看得更是口水都要流下来了，立刻就要王允把貂蝉献给他，完全忘了吕布的事。董卓，如此美人，当归我所有。王司徒，速将她送入我府。董卓高兴地带着貂蝉回府去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吕布听说貂蝉被送进了董卓府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他急忙跑到王允家质问，却被王允3言2语给打发了。吕布，义父，您怎可将貂蝉献给董卓？她明明是我的。王允假装无奈地说，这是董卓太师强行要去的，我哪有办法啊？吕布虽然半信半疑，但又不敢直接跟董卓翻脸，只能把一肚子火憋着，心里对董卓更不满了。王允，吕布啊，太师看上了，我怎敢不从？你别冲动。吕布偷偷潜入董卓府，找到了闷闷不乐的貂蝉。貂蝉一见吕布，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下来，哭诉着自己如何被董卓欺压，日夜思念着吕布，说得吕布心疼不已。貂蝉，将军，妾身深陷火坑，日夜思念你啊。两人情到深处，貂蝉假装想跳湖自尽，吕布连忙抱住她。他们在凤仪亭你侬我侬，貂蝉继续演戏，让吕布相信他受尽委屈，只盼能与吕布双宿双飞。吕布，貂蝉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，我们永不分离。没想到这一切都被董卓看到了。他原本只是睡醒后随意出来散步，结果走到凤仪亭，一眼就瞧见吕布和貂蝉抱在一起，气得他七窍生烟，怒发冲冠。董卓，吕布，你这逆贼，竟敢背叛我！董卓大吼一声，随手拿起吕布放在旁边的方天画戟，
就朝吕布头上劈去。吕布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躲开，貂蝉也吓得花容失色，场面顿时乱成一团。董卓，今日我非杀了你这逆子不可。吕布心想不妙，赶紧从庭中跳了出去，撒腿就跑。董卓在后面追着骂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跑不过年轻力壮的吕布，只能气急败坏地在原地跺脚。吕布，老贼，你等着，这笔账我迟早会算。这时候，谋士李儒赶到了，他劝董卓说：“太师，吕布勇猛无双，不如将貂蝉赐给他，以免父子反目啊。”董卓听了虽然不甘心，但也觉得有些道理。李儒，太师，吕布乃您心腹，为区区女子坏了父子情分不值。董卓本来打算听李儒的，但当他看到貂蝉哭得梨花带雨，可怜兮兮地求他做主时，心肠又软了。貂蝉趁机说吕布对自己无礼，让董卓更加坚信是吕布的错。貂蝉，太师，吕布对奴家无礼，求您为妾身做主啊！董卓看着貂蝉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又把吕布臭骂了一顿。他决定不把貂蝉给吕布，还让貂蝉继续留在自己身边，更加宠爱他了。董卓，吕布这逆子如此不忠不义，以后休想再见貂蝉。这下吕布对董卓的恨意是彻底种下了。他觉得自己被义父背叛，心爱的人也被抢走，连环计成功的在父子之间埋下了深深的裂痕，就等着爆发的那一天了。吕布，董卓老贼，夺妻之恨，我吕布此生不与你共戴天。话说当时，董卓这个坏蛋啊，权力越来越大，搞得百姓们叫苦连天，朝廷里的大臣们也敢怒不敢言。司徒王允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心想这天下何时才能太平？王允，这董卓狼子野心，天下将亡啊！有一天，王允回家唉声叹气，突然他的义女貂蝉出现了。这个美人儿看出了义父的心事，二话不说，立马表示愿意牺牲自己，帮助义父除掉董卓，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啊。貂蝉，义父有何烦恼？女儿愿效犬马之劳。王允，你真愿为天下苍生牺牲吗？王允计上心头，很快就邀请吕布来家里做客。他把貂蝉介绍给吕布，还说要把貂蝉许配给他。吕布一见貂蝉就被迷得神魂颠倒，心里那个美滋滋的，觉得好事将近了。王允，将军英雄盖世，此乃小女貂蝉。吕布，小姐花容月貌，不心悦之。没想到隔天王允又把貂蝉献给了董卓。董卓看见貂蝉这么个大美人，心花怒放，直接就把貂蝉收了。吕布还蒙在鼓里呢，可怜的娃。董卓，哈哈，司徒有心了，美人儿快过来。貂蝉，谢太师恩宠。吕布知道后，心里那个难受啊！他心心念念的貂蝉，竟然成了董卓的女人。他白天见不到，晚上也睡不着，只能偷偷跑去凤仪亭附近，想看看貂蝉。吕布，貂蝉啊貂蝉，你为何被董卓那老贼霸占？吕布，我心不甘啊！董卓得了貂蝉，每天都过得逍遥自在，把朝政都给忘了。他整日与貂蝉饮酒作乐，沉迷于美色，根本不知道吕布心里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董卓，美人儿，
来，再饮一杯。貂蝉，谢太师盛情。这天，吕布又偷偷摸摸来到凤仪亭，他看见貂蝉正在亭子里哭泣。他躲在假山后，心想着：美人儿为何如此伤心？是不是董卓欺负她了？貂蝉，啜泣，妾生命薄，不知何时能脱离苦海。吕布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冲出来与貂蝉相见。貂蝉见到吕布，假装更加悲伤，梨花带雨地向吕布哭诉，说自己被董卓霸占，好生委屈。吕布听了心都要碎了。貂蝉，将军救我，妾身此生愿随将军。吕布，美人儿莫哭，我定会为你做主。就在两人情意绵绵的时候，董卓突然来了。他看见吕布和貂蝉抱在一起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抄起吕布的方天画戟就朝他丢过去。吕布吓得赶紧跑。董卓，逆贼吕布，竟敢与我抢女人！吕布惊慌，义父息怒。吕布捡回一条命，心里对董卓的恨意更是滔天。他想着，董卓不仅霸占我的爱人，还想杀我灭口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。他下定决心，非杀董卓不可。吕布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吕布，董卓老贼，你死定了！王允看准时机，又来找吕布添油加醋。他跟吕布说，董卓心狠手辣，连亲生儿子都会杀，更何况是义子。劝吕布为了天下苍生，也为了自己的将来，除掉董卓。王允，将军英明神武，岂能受董卓摆布？吕布，司徒所言甚是，不愿听凭吩咐。吕布被王允说动了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要跟王允一起为民除害，杀掉董卓。两人秘密谋划，准备了一场刺杀的好戏。吕布，我吕布今日愿为天下，手刃董卓。王允，太师一除，将军便可名垂青史。王允假传圣旨，召董卓入宫受禅。董卓虽然心有疑虑，但想到能当皇帝，还是喜滋滋地坐着车子去了。谋士李儒劝他小心，他却不听。董卓，哈哈，我董卓终能一统天下。李儒，太师此去，恐有诈。董卓一进宫门，只见四处都是刀斧手，气氛异常紧张。他心里开始犯嘀咕，知道中计了，只可惜为时已晚。董卓，怎么回事？为何刀兵林立？王允，董贼，你今日死期已到。就在董卓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吕布从天而降，他手持方天画戟，大喊一声，奉诏讨贼，便一戟刺向董卓。这个为祸一方的恶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吕布，奉诏讨贼，受死吧，东贼！董卓，吕布，你这逆子！董卓死后，王允和吕布等人将他的尸体枭首示众。长安城里的百姓们听闻这个消息，无不欢欣鼓舞，奔走相告，仿佛过年一样热闹。天下终于短暂地恢复了平静。百姓甲，董贼死了，我们得救了。百姓乙，天佑大汉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董卓的旧部李傕、郭汜等人听说董卓被杀，吓得赶紧逃跑。他们本来想解散兵马，各自回乡，没想到却遇到了一个厉害的谋士。李傕，董卓已死，我等无依，不如归乡。郭汜，正是此理，免遭连累。这位谋士名叫贾诩，他告诉李傕他们，如果就这么散了，肯定会被王允斩草除根，不如大家团结起来，
攻打长安，为董卓报仇，说不定还能成就一番事业。贾诩，诸魏若散，必为真上鱼肉。贾诩，不如聚兵长安，为太师报仇，可成大事。李傕、郭汜等人一听，觉得贾诩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重新集结了董卓的旧部，浩浩荡荡地向长安杀来。他们的军队声势浩大，长安城顿时风声鹤唳。李傕、贾文和高渐，我等即刻杀向长安。郭汜，并要让王允血债血偿。王允虽然有吕布相助，但面对卷土重来的董卓旧部，他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。他站在城墙上，望着远方尘土飞扬的敌军，心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，长安的命运再次悬于一线。王允，哀，董卓虽除，乱世却未平息啊！吕布，司徒莫忧，有我吕布在，城池不失。话说，自从董卓死了以后，长安城又被李傕、郭汜这两个坏蛋掌控了。他们无法无天，把年轻的汉献帝吓得每天都愁眉苦脸，日子过得真是苦不堪言啊！汉献帝，朕这皇帝做的真是窝囊啊！侍从，陛下莫愁，必有忠臣义士相助。远在西凉的马腾将军听说了皇帝的悲惨遭遇，心里替他非常难过。这位将军是个忠心耿耿的人，觉得不能坐视不管，便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帮助皇帝。马腾，天子蒙难，我辈岂能袖手旁观？部将，主公所言甚是，当为国出力。为了救皇帝，马腾知道光靠自己不行，于是找上了跟他一样有实力的韩遂。这两位西凉的豪杰一拍即合，决定联手出兵，目标就是长安，要替皇帝讨回公道。马腾，韩将军，秦王一举，你我不可推辞。韩遂，马将军所见略同，我愿助你一臂之力。于是浩浩荡荡的西凉军队出发了，他们打着秦王的大旗，士兵们士气高昂，沿途百姓也夹道欢迎，希望这些忠义之师能早日解救皇帝于水火之中。没多久，马腾和韩遂的联军就跟李傕、郭汜的部队在长安城外碰上了，一场激烈的战斗爆发了。刚开始，秦王军势如破竹，打得李傕、郭汜的士兵们节节败退。却说李傕、郭汜这两个老狐狸，虽然暂时吃亏，但很快就想出了一条毒计。他们决定用离间计，想办法让马腾和韩遂这对盟友产生嫌隙，从内部瓦解他们的联军。李傕，哼，这两人联手，不足为惧。郭汜，某有一计，可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果然，奸计得逞，在李傕、郭汜的挑拨下，马腾和韩遂之间出现了误会和争吵。曾经坚定的盟友，现在却相互猜忌，联军的凝聚力也因此土崩瓦解。马腾，韩遂，你竟敢背信弃义！韩遂，马腾，我看你是居心叵测。联军内部一乱，哪里还有力气去攻打长安呢？最终，马腾和韩遂两位将军只能无奈地率领各自的部队，灰溜溜地撤回了西凉，秦王的义举也就这样失败了。马腾，哀，功败垂成，天意如此吗？韩遂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却说另一边，曹操的父亲曹嵩
带着一家老小和数不尽的金银财宝，浩浩荡荡地从狼野赶往兖州，准备去跟儿子曹操会合。他还特别请了陶谦的部将张凯护送。曹嵩，此行千里，务必小心谨慎。张凯，老太爷放心，末将必当竭力护送。护送队伍走了没几天，张凯看着曹嵩那一大车一大车的金银财宝，眼睛都直了。贪婪的念头就像野草一样在他心头疯狂滋长，他开始盘算着如何才能把这些财宝占为己有。张凯，这么多金银，足以富甲一方。部下，将军，此乃千载难逢之机。没想到张凯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竟然在半夜发动突袭。他率领手下残忍地杀害了曹嵩和他所有的家眷以及护卫，抢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几天后，这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传到了曹操耳中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和家人竟然惨遭毒手。曹操悲痛欲绝，整个人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愤怒和仇恨之中。曹操，吾父竟遭此劫，天理何在？典韦，主公节哀，我等誓死追随复仇。曹操指天发誓要为父亲报仇，他认定是陶谦指使张凯行凶，怒火中烧的他决定要血洗徐州，让陶谦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仇恨的火焰已经彻底点燃了。曹操，陶谦，此仇不报，我曹操誓不为人。众将，愿为主公效犬马之劳，荡平徐州。曹操立刻下令点齐兵马，调动粮草，准备大举进攻徐州。他的军队带着复仇的怒火，就像一头饥饿的猛兽，随时准备扑向无辜的徐州百姓。远在平原县的刘备听说曹操要血洗徐州，心里非常焦急。他知道陶谦是个老实人，而且徐州的百姓是无辜的，不该承受这样的灾难。刘备，陶谦为人忠厚，徐州百姓何辜？简雍，玄德公心怀仁慈，令人敬佩。陶谦得知曹操兴兵报仇，吓得是魂飞魄散。他知道自己根本无力抵抗曹操的复仇大军，只好赶紧四处写信，向周围的诸侯们求救，希望有人能伸出援手。陶谦，吾儿冤枉啊！曹操误会至深，谁能救我？幕僚，主公莫急，已派人向各路诸侯求援。很快的，陶谦的求援信就送到了平原县刘备手上。信中字字血泪，说着徐州的危急，请求刘备能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出兵相救。信使，刘使君，徐州危在旦夕，望您施以援手。刘备，此信字字泣血，陶谦竟遭此劫。刘备读完信，心里很挣扎，一方面是天下苍生，一方面是曹操的赫赫威名。他知道帮助陶谦就等于要跟曹操为敌，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决定。刘备，此举恐与曹操结仇，如何是好？关羽，兄长仁义为先，岂能见死不救？最终，刘备那颗仁慈的心战胜了所有的顾虑。他坚信要为天下百姓着想，决定率兵前往徐州，即使要面对曹操的怒火，也要尽力保护无辜的百姓。刘备，我意已决，出兵徐州，救民于水火。张飞，太好了，俺正愁没架打呢。与此同时，曹操的大军已经浩浩荡荡地开往徐州边境，复仇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士兵们眼中充满了杀气，
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即将在徐州拉开序幕。曹操，徐州就在眼前，传令下去，不留活口。夏侯惇，末将遵命，徐州必将血流成河。